传说，在日本群马县的秋名山上，只要一到了深夜，总会出现一部贴着福吉瓦拉头腹天的黑白 A186，以夸张的弯速及甩尾角度进攻每一个弯道，行云流水的车身动态宛如自己的双脚一般。秋名的路线更如同自家后院，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但这传说中的豆腐86夸张的动态是否真实，又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不明的改装更暗藏了哪些细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头文字 D 当中最深层的秘密。哟，大家好，我小汤，欢迎回到 Wonder Art Channel。没错，在这全新系列的漫游说车当中，汪大将带着各位深度解析头文字 D 里面的每一个细节，身临其境每一场热血的 battle。而作为开播的第一集，今天我们就来探索头文字 D 当中最深层的机密，而本集也将针对动画第一季初登场的拓海，从驾驶技巧的解析、车辆改装的揭秘，汪大更荣幸邀请到了日本 A186的始祖元老佑胜秀，跟着各位一起探索这拓海的真实可能性，并且汪大将会跟他来一场热血的 battle。同时 ，A186 潮 T 以及头文字 D 同人周边团子与饭友们 now on sale。那么接下来就让各位跟着汪大一起来揭开这头文字 D 最深层的真相——拓海谬论。この番組は高地家居 DGR Z Change の影響でお送りします。本节目会出现大量的中二日文专业术语，那不是英文，请各位做好心理准备。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各位帮我订阅一下吧。某夜的秋名山，我遇到了一台熊猫 A186。久しぶりの秋田さんだ。なんか後ろ車がついてくる。M2 180。チヌモトのドライバー面白そうじゃねえか。じゃあお前の実力をこのワンダール33で消してみよう。珍しいな、旧型の A186。特にこのペンタード塗装、事業車なの。走りやっぽくねえな。フェイント、うわー、いきなりのドリフト、すげえな。しかも速っ。何、追いつかねえ。くそ、俺一応ヒロクラブのプロドライバーだ。このポンコツ86に負けるもんか。でもあれはただ格闘付けのドリフトではない。この技は伝説のブレーキングドリフトだ。木汤，我们来説明しよう。他的中文解说交给我。好吧。首先，刹车由于车辆的重心会往前，后方的重心会被抬高，透过荷重改变前后抓地力的平衡。再来就会进入日文俗称 feindo 的起滑动作，起始些微的转向，让重心抬高的后轮产生一定量的侧倾。接下来再透过前轮的抓地力反打转向，放大后轮侧倾的量，同时也因为重心较高的居值，让后轮失去循迹状态。再借由后轮打滑的惯性配合前轮的抓地力，进入 oversteer 转向过度的状态。细节的油门控制再次让车辆的重心回到后轮，此驾驶技巧能让车早一拍进入 oversteer 的状态，也正是拓海最常使用的起滑技巧。其实，在第一季当中都有充分还原这些车辆的动态细节：重刹后车辆重心转移，刹车后的跟指，退档补油，起甩的 feindo。往左打，接下来反打的这一下，就是放大侧倾让后轮打滑的细节。而下层的后轮也因为重心下压，轮胎也会进入打滑的同时含有抓地力的暧昧状态，再配合反打时前轮的指向射到弯心，吃满的路线以及精准的 apex 让车辆开到内线中的内线。再来就是细节的油门控制配合反打的转向。就在这时，因为车辆进入 oversteer 打滑的状态，引擎能够保持一定量以上的转速，无时无刻都在马力带准备出弯，能有更早更长的下油门时间。再来，也就是我们在赛车场俗称的吃满线，造就充裕的油门时间，同时出弯计算车尾的位置。マジかよ、この動画みたいな動き、まるで本物のイニシャル D だ。でも、このブレーキングドリフト理論は簡単だけど、めちゃくちゃ難しい。木汤説明して。该我了。如果起甩的 feindo 没有抓好，居值大于前轮抓地力，基本只会 understeer 推头，或是因为 feindo 的力道过大，传递到後輪直接 spin。このブレーキングドリフト一番難しいところは、振り出しのチャンスは1回だけで、流れる横地を決めるんだ。この走り方は、ただアニメだけで見てた。乗ってるやつは一体誰だ？藤原豆腐屋？これは豆腐屋の配達車なの？くそ、逃げてしまう。何関線を使ってこの台は？うわ、近い。
これは冗談なの。さっきオーバースティアの状態残すのはこのためなの。このドリフトはただの飾りではない。木汤，我买都得棒的。由于 oversteer 转向过度的状态，油门必须持续补着，保持后轮的输出，因此车辆较好保持在高转，出弯就能直接进马力带输出。这也是滑滑魔人用来解决 turbo lag 的招式之一。でもこの状態だと流れている横軸の計算。深いのアクセルウォークとステアリングウォーク全てを合わせ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だ。特にオーバーステアの状態でライを選択すること。これできるのは一般人ではない。特にこのオーバーステア状態の速さ。冗談じゃねえ。理想すぎるんだわ。これ現実にはできないんだ。ここは一つ口論がある。我称之为拓海谬论。在动画中的高桥良介第一次看到拓海起跑，说了这样一句话：86スタートダッシュを見る限り、せいぜいよくて150馬力。如果这部车真的如同高桥良介所推测的150匹，要做到第一季那夸张的打滑角度，只有一个可能：あいつのタイヤはハイグリップタイヤじゃない。如果抓地力太好，这150匹的动力基本连轮胎抓地力崩溃的能力都没有。就算你起甩前惯性做得再大，出弯后轮咬住转速上不来，你什么都做不了。如果符合动画动态降低抓地力，只会有一个结果，也就是弯速绝对不会快。車すべて動きの基準はやはりタイヤのグリップだ。この怪しい動き、現実に実現する答えは一つしかない。それはドライバーの思いをちゃんと実現できる。車種からエンジンまで全て合わせた理想のチューニングだ。これはたったの道具や配達車じゃねえ。怪しすぎるんだ。一体何がいじったの？後ろで全て分析する。まずは全て動きの基準、タイヤだ。作为一切车辆动态的根基，究竟是什么样的轮胎才有办法让拓海使用这样夸张的驾驶动态，始终是一个谜。而在官方设定集 Initiality Dori Drivers History 当中，就有提到一些蛛丝马迹。当中有提到，拓海的底盘设定全部都是针对普利司通的 RE710所设定，而一般通勤则会使用 Yokohama 的 Grand Prix M3 或 M5交换使用。而为了探索头文字 D 的真实性，汪大非常荣幸邀请到早期 A86 的职人车手右選手一起探索头文字 D 这个拓海86之谜。もしもし、ようさん、久しぶりです。ご無沙汰、ニューバーからの時代から使ってますね。僕の86は、前後とも同じアウトバンのタイヤ履いてるんで、サイドウォールはね、確かに柔らかいけど、縦のトラクションかかりやすくて、グリップに関して、その荷重移動が簡単なんだよね。レバッとして、ポンと跳ね返るから、なるほど。すごくしやすいですよね。710回の時代から、ちょっとね、すごく食うタイヤだろう、あれは。空気圧を高めにして、グリップを逃がしてる。煙も出やすいんだよ、あっちの方が。由于 RE710改在当初算是非常抓的轮胎，胎壁也相较于 Yokohama M3 硬许多。而 Hattori Zensu 在测试主播时也说到，这条胎对于 NA Roadstar 的 Tuning Car 而言，抓地力有点过剩。而右场刚刚提到的条胎压，如果不特别提高降低 RE710的抓地力的话，86甩起来可能会直接断传动轴。当然，这也是甩尾常发生的事了。今その86の馬力は言いづらいんだけど、その努力に対してブリヂストンの RE710 は食いすぎるだと思う。自分の思いだが、今86ついているのはやはり横浜グランプリ M3 だ。でもこの怪しい動きはただいいタイヤつけているのはできないんだ。サスペンションのセッティングもちゃんと合わせなければならんだ。テキストの中も書いてあった。グリップ重視でフロント8キロ、後ろ6キロのスプリング仕様。プラスレス用のショートストロークアブソーバー。そう、基本的な86に対してのセッティングって8キロ6キロなのよ。バネレートよりもそのショックを硬くするとか傾向であるんだよね。減衰力を上げるっていうので、バネレートはやっぱ86ですね。フロント8キロ、リアル6キロ。母汤，我买谁这边都棒的。嘿，该我了。由于是重视抓地力的悬吊设定，而简单解释啦，不然要讲个3天3夜。避震器做动的根基就是这弹簧的磅数，或公斤数啦。先前有拍过影片讲解，这边就先带过。由于拓海要做到这个 braking drift， 重点在于刹车重心转移时，前轮必须要承受住荷重所带来的居值。这8公斤的弹簧再搭配较软阻尼设定，应该是前轮带支撑性的同时，阻尼较软的设定。这当中还有一个细节，拓海在重心转移之后，车辆回弹的速度非常快，这个动态我一看就知道。汪大合理的猜测它是 high low 可调，而后方6公斤弹簧的设定，一方面是考量到车身的配重，一方面只是为了让拓海下油门时，车身的荷重转移更容易压住后轮，产生 traction 抓地力。搭配细节的阻尼设定，即使后轮在打滑，轮胎还是有重心转移带来的循迹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一滑之后车就一直往前喷。当然，这阻尼的细节讲下去的话，这支影片片长应该拉到3个月。サスペンションの設定は分かったんだけど、LSD に買わないと滑らせるのは進まないよ。テキストの中にイニシャルトルクは12キロくらいで書いてあった。12キロぐらいは買った、まあそんなもんだよね。あ、そんなもんですか。クラッチが効かないから、86はノーパワーだから、ただ滑らせるんじゃなくてね、あれね、クロスミッションとか、できるじゃない。
回転をしていかないと滑り出した後にまたグリップ戻っちゃうんだよね。そこはフィーリング合わないとダメ。ヨウさんの言う通りだ。この86の加速と滑らせる時の回転、それは純正のトランスミッションはできないんだ。テキストの中も書いてあった TRD ラリー用のクロスミッションプラス純正は 4.3 から 4.1 のファイナル。僕の方がその状態です、本当にアデリアっていうクロスミッションに入れてファイナル 4.3 にしてるんだけど、走る場所によってはファイナル落とします。 4.3 か 4.1 とかに書いてますよ、ファイナル。母汤，お前の出番だ。在官方设定集有提到，拓海是使用当时 TRD 做给拉力使用的密齿比变速箱，因为日文叫 close， 所以漫画翻译直接叫十字变速箱。我还十字虚走嘞。这里的 close 指的是 close， 而不是 cross。这边有一个细节，因为86的原厂中传比为 4.3， 对，车子的加速是很快没有错，但是你的马力带一下就用完了。车辆在打滑时是需要动力的延伸性才有办法保持 slide 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甩尾比赛车中传比这么重要。而设定集当中也就很巧妙的说它是使用 4.1 的中传比，目的就是为了放大这密齿比变速箱的转速延伸性，让拓海在秋名山上可以从原本的2档动力提升为3档的动力出弯。而汪大的主观猜测，这个变速箱应该也是 one off 的齿轮啊。而这一整体搭配下来，就造就为什么拓海一直打滑的时候，车子还可以持续保持加速的状态。这边真的简单解释啦，不然这支影片会从3个月变3年哦。横浜のグランプリ M3 トラクション向けのサスペンションセッティングプラス12キロのイニシャルトルク。このスカダは本当にただの150馬力でできるの。テキストの中は書いてあったんだけど、この怪しい86のエンジンは後期の 4AG の世界へ急に単造ピストン意味にオーバーサイズレーシングフルバランストラック中心的ハイカンブ付きプラスレブリミタカット高回転 8000rpm。ヨウさん何馬力あるだと思います？170から180が出てる。要するに僕のは 4.5AC にアップしてちょっと進化した腰下急に変えてみたりとか、ピストンをちょっとオーバーサイズにしてみたりとか、面剣をして圧縮を上げたりとかして、今の86で180馬力ぐらいかな。母汤，変なエンジンを説明して。关于这拓海的引擎之谜，真的是头文字 D 当中最大的秘密。而刚与右场讨论的引擎细节，是针对拓海还是小呆瓜时期没上万转也没上转速表最初的引擎设定。而当然，本系列也会随着故事剧情往后深度解析这万转引擎的秘密。而聊到拓海的 4AGEU， 各位都知道拓海的86是前期的86，但各位常看的那个仪表其实是后期的仪表，但真的没有 Euro B 的电影版当中又变回了前期，真的很神奇。而周董的帅哥美女头文字 D 也是前期的仪表，当然往后也会制作电影版的解析。而引擎的部分，我想也就是为什么动画版要刻意换成后期仪表的细节。由于前期的引擎真的非常容易坏，面对那个怪物文态的要求，还是选用后期86的 4AGEU 去强化，同时针对它的引擎洁癖欧巴后路。顺便换成 A192 的锻造活塞，而为了让车辆在打滑时可以保持输出的状态，凸轮轴则是采用 IN 256度 EX 156度重视扭力的设定。而在动画看到这8000转的动力，雷布利米塔基本上是被切掉了。为了因应这8000转的转速，曲轴也去做了比赛用的平衡。而刚刚与右场讨论的这些改装内容呢，其实有一点算是早期的86制服改，也就是在早期日本俗称的 Sole Taco Dual、Solex Cabretta、Takahashi Dual Mafra。只是拓海的这台86，它不是使用 Cabretta 化油器，其实它是有 ECU 的。但聊到这 A186 的 ECU 就非常有趣这个电脑基本上只会帮你算点火时间而至于喷油还是类比讯号的 Analog。也由于当时电子喷射算是最新的科技，讲难听一点叫最好动手脚为了欺骗消费者不是，为了证明自家的车多会跑，传说当时前期车款的 ECU 都又猛又凶然后最后就全部都坏掉，后期就为了耐久度降马力而我们的 A186 当然也不例外，传说前期的 ECU 猛到比赛车都在用，更是稀世珍宝般的存在。而这台迷之86的 ECU 当然就是他那怪物老爸不知道从哪里生出来的。开慢一点你怎么突然开始输赢了ストレートセクションのうちに攻め込むんだ。行くぞワンダールさんさん。代々86の戦闘力は分かった。このワンダールさんさんは280馬力だぞ。ヨウさん次の連続コーナー俺勝ち目ある。追いつかない追いつかない追いつかない。だってずっと高回転キープするためにローパワーだけどその分高回転のものを維持してずっとその速度を維持できる。多分今見てるものに関しては多分ね、ちゃんとしたデータだと思うんだよね。綺麗に仕上がってるプロだね。くそやはり俺想像の通りだ。タイヤからサスペンション、エンジンからミッション、すべてドライバーの思いをちゃんとに合わせ、この86は本当にタッタンの豆腐配達者なの。このマシンセットのデータはプロのデータだぞ。乗ってるやつも一体誰だ。旧式の86にワンダールセンサーを化ける。俺悪い目でも見てんのか。くそ誰か、俺一応ヒーロークライブのプロドライバーだぜ。いいぞ追いついてるぞ。逃げるもんか。今ブレーキの勝負だ。馬力の方がやはり俺は速いんだ。逃げられないよ。このスピードちょっと待って、こいつの先知らないのか。
この緩い右アウトはきつい左だ。減速して入らないとまさかさまだぞ。岩子じゃねえ、スピード乗りすぎてるぜ。立て直して減速スペースはもうねえ。何？完成ドリフト。うわしまった。腹立つくらいに完璧なスーパードライバーじゃないか。俺のプライドはズタズタだぜ。各位，真的非常抱歉，最后旺大还是输了，因为我实在是不想超过这个从小陪伴我成长，最终走向职业道路的灵魂角色。没错，藤原拓海，同时也忠于原作，开泥上的人最后都一定会爆炸了。由于节目长度的关系，汪大真的省略了非常多细节的讲解，不然这一整集应该真的就像影片里面讲的会拍到3年了。各位想看3年的版本吗？比如拓海的这部 A186， 各位有发现漫画以及动画常强调它是熊猫涂装吗？其实，在日本这熊猫涂装的 A186 门的侧边是黑色的，代表的是一般自用房车哦。如果是下赛道真的去输赢的热血86，门是白色的哦。没错，我们的 Dorito King 土屋圭市的神之86门就是白色的哦。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人看到86都非常的不屑啊。我只能说藤原文太真有你的超级无敌宇宙扮猪吃老虎啊！侧边门还给他贴一个自家用无敌家用房车，然后里面全部都是比赛车的东西，再配上拓海的驾驶技巧，每一个都被电到个乱七八糟。聊到这里，各位有没有听到一个重点？其实阿树超级无敌懂车哦，他的85正是因为他非常憧憬卡西利亚飙车手，懂到门看到是白色就直接给他买下去，结果买成85。而我会知道这细节的设定，其实是因为我在日本的时候笑我朋友的86门是白色是85啊，然后我就被他痛扁了一顿。而且聊到整部作品的核心灵魂 A186， 那当然就要聊到本作的作者仲野修一 Shikeno Shuichi さん。其实最初他会踏入这热血的 Motorsports 界，正是因为当时他得到了前一部作品《巴黎巴黎 Dances》的版税，用这笔钱购入了人生的第一部运动车 A186， 也爱上了这热血的玩车文化。而这也是汪大认为动漫史上最伟大赛车作品的诞生啊。而在 GT7 里面出现的那部黑引擎盖 A186， 也正是仲野秀一自己的爱车。而这一整集针对拓海的所有设定，其实都是来自于这一本官方设定集 Initial D Dori Dori Doribas Tekisto。对，你不会相信这绕口令有多难念。而在这本甩尾手札当中，就邀请到职业车手 Kobayashi Kazuo 以及职业改装师 Koyama Susumu， 针对第一季那夸张甩尾电爆 GTR 的拓海，反推出究竟改装了哪些细节，可以做到这些驾驶动态。这也难怪右长会非常惊讶，这设定非常的完整，是 Pro 的 data。比较有趣是在访谈的过程，右长说出了许多细节，都跟书上讲的一模一样。他真的是甩尾这项文化的历史见证者啊，不是见证者，是参与者。在车界真的是大人物啊，所以汪大认为是有一定的真实性啊。右赏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而既然聊到这作品的真实性，右赏其实也有提到，这些热血的设定，如果驾驶技巧够的话，应该是做得到了。无敌该了吧呢？拓海在真实世界真的有办法做到吗？其实对汪大而言，那真的一点也不重要了，因为Fujiwara Takumi 这个角色，他已经是一个精神的存在。他正是站在驾驶技巧这项修行之路的顶点，花花魔人还有很多需要跟他学习的地方。只是你会说，小汤，你一直在讲真实，你整集都是用驾驶模拟器开，到底真在哪？要さんもし機会があれば日本に帰ったら一緒に走りましょう。あ、ぜひぜひ一緒にちょっとこれに乗ってもらって。お願いします。ぜひぜひぜひ。じゃ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没错，各位可以期待一下这个热血的企划。而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本集的制作。而其实为了能深度解析这头文字 D 的驾驶技巧，对我去跑爬山赛这些奖杯，就是为了这一个企划。因此，这个深度解析头文字 D 的系列，对汪大而言，真的算是非常重要的一集。而这一支影片也是汪大最爱的一支影片。其实先前看到的那一部《滑滑魔人》枪片，也正是为这一整个系列做准备啊。其实，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汪大有完美主义啊，想要突破，使用各种不一样的方式，让各位观众观感可以更身临其境。而当然，汪大整整失败了2个月啊，然后我的工作室都变成那个样子了。而至于最后的这一个成品呢，没错，还有许多进步的空间。而往后这一整个系列，汪大也会持续做不同的尝试以及突破了。
各位可以期待一下。其实汪大心中的理想节目是如何将这些无趣的硬核知识结合这个热血的 battle。因此，这一整集算是全新的一个尝试啊！在汪大跟拓海对决的过程当中，逐渐观察出这一些细节，并且与职业讨论，最后还是终于原作开尼上的一粒被电了。而当然，随着剧本的跟进，汪大也会解析为何作者这么讨厌尼上的车啊。而本集制作看到这些热血的驾驶呢，没错，都是真枪实弹哦。为了模拟第一季这夸张的打滑角度跟车速哦，我必须要说，拓海你真他老师的有够强。而当然，也因为要拍这一集的关系，汪大的驾驶技术也进步了超级多。也许之后我去找右赏的时候，就可以验证这些驾驶技巧到底实不实用了。而对于这拓海的驾驶技巧有兴趣的观众呢，没错，汪大也要开课了。汪大也将会在4月的29、30于台北的 Z Challenger 电竞会馆举办这拓海的初阶热血教程哦。报名方式也在下方的资讯栏，让各位也可以轻松的享受到这热血的拓海驾驶技巧。而本集这部特殊调教的 A186也在 Z Challenger 电竞会馆开放使用，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到场体验。3月26也有最速拓海决定战的电竞赛事，让各位可以参与。OK， 那么在这热血的工商之后呢，这一节目也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真的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哦。而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以及心得，或希望看汪大讲解什么样热血 battle 的桥段呢，也一定在下方留言告诉小汤哦，我一定会回复各位哦。同时，也千万不要忘记去关注我的 IG 以及 FB 粉专，并且加入漫游者联盟，跟我一起大聊这热血的汽车文化以及赛车游戏哦。那么我是小汤，这里是 Wonder R Channel， 我们下一集再见。